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廖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田园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家小柯基阿里7岁了，所以想借着给阿里庆祝生日这个机会，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养柯基，特别是在美国养柯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儿。近几年来呢，柯基犬是越来越受到欢迎，越来越多的人想养柯基，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这种类型的狗狗的具体情况，他们就冲着对柯基狗狗的漂亮的外表而匆忙的去养这种狗狗了，这就造成不少人在养了柯基后会后悔，所以就出现了有些狗狗被主人抛弃或者是被虐待的情况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以一个养了10多年柯基的半资深铲屎官的身份，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养柯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儿。柯基犬呢是以它们可爱呆萌的小短腿著称，它们不仅漂亮，而且还很聪明，所以柯基是非常的受欢迎的。即使是英国女王也是对柯基呢情有独钟。虽然柯基犬呢是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跟其他狗狗不一样的情况，而我把这些不一样的情况呢叫做柯基犬的特质。那我接下来呢会分5个不同的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详细的说一说柯基犬的这些不同的特质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柯基会掉毛，而且是掉毛非常的严重。在我们家同时有3只柯基的时候，每隔2天都会需要用吸尘器来吸地，而且每次吸都能吸上一大罐的毛发，所以我会用扫地机器人来定时打扫。那还有就是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每个星期给狗狗刷毛。以前阿颖呢还是比较喜欢给它刷毛的，但是阿里不很喜欢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别看柯基身形偏中等，但是大部分柯基的嗓门呢还是挺大的。以前我们有个邻居说是能听见有只嗓音非常浑厚的狗狗在后院叫，问我怎么没有让另外一只大狗出来玩。其实我们没有养过其他的大狗，阿颖的声音呢就比有的大狗的声音还洪亮。还有据报道说，英国王室也是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柯基的吵叫声是颇有意见，所以大部分的柯基呢还是比较吵的，特别是在他们听到外面有动静的时候，他们的叫声感觉是养了10多条狗一样那么大声。那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家上班的，我的办公室是设在家里的2楼，一般上班的时候是不让狗狗上楼的，尽管办公室的门都关上了，偶尔还是有客户说在电话上能听到狗叫声，所以大家要是在家办公的话，也要考虑到狗狗叫声比较大这一点。接下来第3点我想说的就是柯基的精力。柯基呢虽然腿短一点，但是它们的精力却是非常旺盛的。我们家几只柯基呢都比较爱玩，每天至少得玩半个小时来消磨它们的精力，否则它们就会更吵。比如阿颖特别喜欢玩飞盘，他喜欢别人给他扔飞盘，然后他就去捡回来，来回的反复，每天都能玩上很多次。而且只要一看见家里有人，他就会拖着玩具丢在你面前，让你跟他玩，不玩的话就会冲着你叫，叫到你不能听见对方说话为止。那 Ellie 呢是稍微的安静一点，去领养它的时候，它的前主人说它不喜欢玩玩具，所以它就只有2个很可怜的玩具。领养回来后，我把阿颖剩下的玩具都给它玩，它对其他玩具都不感兴趣，但是却对会发出声音的外星球情有独钟。自从它在知道有外星球这个玩具之后，就不再碰其他的玩具了。
但是因为担心家具会被球撞坏，所以我们都是让它在后院玩，每次一出后门就要玩上10几分钟，玩到拿不动球了才会回来。还有去年圣诞节给他礼物的时候，我意外的发现他居然会自己打开礼物，所以在那之后呢，每次有他的东西我都会给他自己开箱了，而且他也开得有模有样的，所以由此可见柯基的精力还是非常旺盛的，他们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跟他们玩，还有就是陪伴他们。那第4点呢，想说的就是费用问题。在美国呢，养狗，特别是养柯基，费用还是不低的。在美国，狗狗要打很多的疫苗，狂犬疫苗呢是规定每个狗狗都要打的。在我们这里费用好像是稍微的贵一点，我们打的这种是3年一次的，应该是要120刀左右。还有一些不是规定强制性要打的疫苗，但是一般兽医都会推荐要打的，那就是一个叫做博代氏杆菌疫苗。这个呢是一般6个月一次，我们这里的费用大概是在15到20刀左右。还有一个叫做犬类心丝虫疫苗，这个也是有半年一次的针剂，或者是1个月一次的药片。我们用的是每月一次的药片，这种呢是55块钱可以管6个月。因为我们是住在乡下，这里蜱虫和蚊子都比较多，所以还需要给狗狗防蜱虫和防蚊子叮咬的药。当时我在兽医那里买的是 NASCAR 这个牌子的，这个6个月的量居然要130刀，我觉得是比较贵了一点，可能网上的要便宜一点。那除了这些基本的疫苗和预防的药物以外呢，平时还要定期的带狗狗去做检查。除此以外呢，因为阿里剪指甲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我们也需要定期的给它带去宠物店去剪指甲和洗澡，这些呢费用也都不少。还有要是狗狗有什么问题，如果是需要做手术之类的话，费用就更贵了。几年前阿影腿上长了一个恶性的肉瘤，光是手术就花了2000多刀，所以在美国养狗狗是不便宜的。那第5点呢，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疾病和寿命的问题。跟其他的狗狗相比呢，柯基是比较容易得犬类的椎间盘突出疾病，还有犬关节发育不良症以及退化性脊髓神经病变。那此外呢，可能是因为身材的原因，柯基还比较容易发胖。柯基犬的标准体重呢是26到32磅，当然具体的体重标准还得看身形。像我们家呢都比较溺爱狗狗，养的每只柯基呢都超重，特别是阿影，因为他小时候有尿道问题，需要给他吃特殊的处方食物，而这种食物呢热量太高，所以阿影最胖的时候是65磅，也就是标准体重的2倍。所以每次见医生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要给他减肥。那最后呢，他也减到了40多磅，但是他还是因为肥胖的原因，导致他关节有些问题，所以他经常会有关节痛。虽然柯基犬是比较容易有关节问题，但是大多数狗狗过世呢，还是因为有癌症。柯基犬的平均寿命呢是在11到13岁，那我们家养的前几只柯基的寿命呢也是在这个范围内。Wally 呢是12岁过世的，Winston 呢是将近11岁的时候查出有淋巴癌，最后不到几个月也过世了。阿影是将近12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整个身体坍塌躺在地上，我送他去急诊的时候没有查出什么问题，但是在那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就直线下降了，
2个星期后去复查，医生说阿颖有一个非常大的膀胱肿瘤，而且这个肿瘤呢已经是严重的压迫到了他的其他的器官，他们还担心他的胰脏会被压破裂，最后是担心他太痛苦，所以就只能够让兽医来家里给他打了安乐。所以狗狗的寿命呢不是很长，但是因为跟它们朝夕相伴，感情会非常的深，失去它们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养狗狗的话，也要考虑到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痛苦。那最后一点想说的是，柯基们以及所有的其他狗狗们都是非常可爱的，但是它们毕竟是犬类，即使是驯化了，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兽性在它们的骨子里的。Wally、Winston 和 Iron 呢，以前是因为食物问题，偶尔吃饭的时候会相互打架，但是他们没有咬人的情况。但是 Ellie 的情况就不同了，当时决定领养它的时候，我是再三的问了它的前主人关于它的情况，而它的前主人说它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只是可能出于嫉妒，对他们家小孩有过2到3次的 aggressive 的行为，所以我的理解是他只是偶尔的会凶小孩而已。而领回家之后呢，他也一直很乖巧，没有阿颖的嗓门那么大，还一直觉得他像个小天使。但是后来却出现他咬伤家人和朋友的情况，那时候才知道他并不是他的前主人说的那样偶尔 aggressive 而已。而我们的分析是呢，他应该是对自己的东西控制欲太强，总怕别人抢他的东西，所以你去碰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凶你，或者是也有可能他以前小的时候被人打过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扬起手去拿东西的时候，他以为我们要打他，所以他就会跳起来反击。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成这样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毕竟前6年都不是我养的。但是在了解到他的这些行为后呢，我就做了一些防范，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栏杆，有朋友来的时候就把他隔离在一边，还让朋友们尽量不要去碰他，除非是他翻过身来让你给他按摩的话，才可以去碰他。虽然 Ellie 偶尔会性情不定，但是大多数时候她还是妈妈的小甜心，然后不管妈妈做什么，她都喜欢跟在后面，所以妈妈还是非常的爱她的。好了，以上这些呢，就是养柯基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项了。柯基呢是非常可爱漂亮的，但是它们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、精力，甚至是金钱来养护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要养柯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狗狗的话，一定要慎重考虑，考虑好了再去养。但是如果是一旦决定了养狗狗呢，那就请坚持养下去吧，千万不要动不动就遗弃它们，或者是虐待它们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